伊丽莎白号航母开到日本，跟日本、美国一起演习，英军却突然和中国军队领导进行电话友好会谈。那么，英国释放的这个信号，是不是有点太不给日本面子？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美国跟德国两国领导人呢，选择了同一天跟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首脑会晤，这已经是一场外交大戏了。结果这一天就是教师节这一天呢，还不算完。同一天里边，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李作成还应邀与英国国防部参谋长卡特进行了一个视频通话。你看这一天就3个会晤了。而这个事情的背景呢，就是英国的航母经过了南海，去了日本，和美国、日本一起搞联合军演。国内的网友呢，还是纷纷表示，英国人路过的时候要把英国军舰揍沉。但是我们看中国国防部在会晤之后发布的新闻怎么说的？体现的倒真是中英两军的融洽气氛。中方说，近年来中英两军关系总体稳定发展，双方在防务战略磋商、国际维和等领域开展了良好的交流合作。未来两军应该加强战略沟通，保持机制化交流，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全是好词儿。而英国说的就更好听了，先是感谢中方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抗疫援助，赞赏中方为维护世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的积极努力，愿与中方加强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又是感谢，又是赞赏。至于说英国航母通过南海这段呢，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的司令史蒂夫·莫尔豪斯准将此前还说过，中国军舰是如影随形啊，像护卫影子一般一路跟着，但是双方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对抗，很平和。所以说呢，中英海上的这次接触啊，在两国海军看来都是很普通的活动，但是在媒体中被各方媒体渲染成了剑拔弩张。所以这次中国和英国军方的高层通话，以及通话之后向外界释放的积极信号，就是一种默契。这种默契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民间舆论的负面影响。其实呢，对于英国海军的行动，我们以前也说过，英国海军已经不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参与在日本的演习也就是刷个存在，包括留下2艘小炮艇，也只是应付交差，根本没有办法对中国构成任何的实质威胁。这一点英国自己最清楚，所以英国人不可能是专门行万里路来碰个满头包吧。而英国海军在出发之前就声明了，绝对不会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任何诉求，也已经是表明了一个清晰的态度，他只是应美国和日本要求走一趟，走完就行。你们日本和美国跟中国较劲，我英国可以不出力只出功。然后呢，这次跟中国军队通话示好，又是把两边的面子全照顾到。所以啊，中方表达的态度就是，英国找你日本串门玩一趟，我们根本不介意，而且中英两军没有争吵和冲突，那么肯定有人会特别失望。谁会失望呢？在我看来，肯定是日本最失望，因为日本是最希望拉一大堆国家到中国门口帮日本壮声势的，也是最希望中国反应强烈，跟所有相关国家吵起来，把关系搞僵的。结果解放军很懂外交，根本不上当，不会帮着日本主动扩大影响。现在连英国都是事先事后跟中国打好招呼，又是感谢又是盛赞，那么日本孤立中国的设想就完全不能成功。所以我们日常看国际问题的时候，还是不要跟随一些打鸡血的媒体瞎激动，不要把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想成美国、日本的铁杆盟友，他们是盟友，但是在关系本国利益面前，还是自己更重要。所以呢，我们笼统的用一种态度对待所有国家的话，就有可能把欧洲国家推向美国，那只是壮大了敌人的队伍。好，关于英国这次跟中国的军队对话会不会让日本很难受，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